我在宿舍直播，被网友发现天花板漏水，大家纷纷让我找校工来修，只有一条弹幕说：你们这个宿舍是个棺材房，住在里面的人都没法活着离开。时间是晚上11点，看到那条弹幕，我脊梁骨忽地腾起一片凉气。还没等我开口，其他网友先开骂了。什么意思？咒人呢？大半夜的说什么棺材房，吓死人了。感觉不怀好意，软软把这个 ID 踢出去吧，别让他污染了直播间。我愣神的功夫里，那人发了第二条弹幕：有门无窗，风水大忌，生气进不来，死气出不去。久而久之，里面的人都活不下来。其他网友立刻骂得更厉害了，神经病吧这个人，软软快踢人。我叫软软，是个业余美妆博主，现在直播间里的大多是我的粉丝，晚上点进来是为了看我直播睡前护肤小 tips， 不是来听鬼故事的。我也很想把这个莫名其妙的人踢出去，但不知道怎么，就是下不去手。余光望向渗水的天花板，我心里不对劲的感觉越来越强烈。我们这个宿舍是杂物间改的，确实是全楼唯一一间没窗户的。我和其他3个室友住在这里，起初我们也不是很乐意，但这几年学校招生扩张，宿舍不够用，我们也只能妥协。我看了眼那个 ID， 他的名字叫小冉，并不是我眼熟的粉丝。眼看弹幕骂声越来越大，我开了口：这位叫小冉的姐妹，不要在弹幕里做故弄玄虚的发言哦，不然我就只能把你踢出去了。几乎是我话音刚落，小冉就又发了一条弹幕：棺材顶的木板是最薄弱的，常年腐蚀后会在雨天往下渗水，否则你们又不是顶楼，雨天为什么会是你们的天花板渗水？我愣住了。我虽然常在宿舍直播，但我没有告诉过粉丝我们是几楼，而且外面虽然确实是在下雨，但我们这个房间没有窗户，网友不可能通过直播画面看出来。这个弹幕一发出来，其他网友短暂的安静了一瞬，随后开始有人相信他。卧槽，我开始害怕了。他说的好像有点依据，但很快有别人反驳。软软的 IPD 最近基本都在降雨，这个小冉应该就是蒙的。大半夜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意图，软软快踢人吧。我看着这个小冉的 ID， 背上的寒气越来越重。他猜的都没错，我们这个房间只有雨天才会天花板渗水，可我们明明不是顶层，而且我问过其他寝室的朋友，无论是同一层的还是其他楼层的，他们的房间都没有这个问题。于是我轻声开了口：你说我们寝室是棺材房，那棺材房有什么背后的含义？几秒后，我的心脏骤然一跳。也许是为了和其他网友的弹幕区别开，小冉把自己的字调成了红色，在屏幕上看着，分明像写：你寝做成棺材房是为了陪葬，你们宿舍4个人，其中有1个是死人，也就是墓主，其他的3个是祭品。这句话让我的头皮一炸。我回过头去，悄无声息地看向我的室友们。我们宿舍是打乱分的，大家都是不同专业的。此刻，中文系的秦笑正坐在桌子旁，戴着耳机，一边刷短视频，一边吃他的泡面夜宵，不时发出爆笑。化学系系花梦丽儿正在优雅地给自己涂美甲。医学院的学霸寝室长吴兰则还在外面自习，没有回来。大家看上去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女大学生，平日里关系也一向融洽。这里面会有一个墓主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脸色太难看，小冉很快再次发来弹幕：不管你和你的室友是多好的朋友，你都必须接受一个事实，他们中有1个人已经死了，鬼魂怨气不散，正在试图拉上你们3个做垫背的。这个过程需要100天，第100天便可以封棺入学，这个仪式就成了。我看了眼摆在小桌上的日历，脖子一僵，弹幕也炸了。等等，9月1号开学，那明天不就是第100天？有点害怕，赶紧看了看，幸好我们寝室有窗户，呜呜。一片讨论声中，小冉血红的弹幕再次出现了：主播，如果你们确实是9月1号开的学，那今夜就是你们最后的机会。如果今夜你们不把那个鬼找出来，那么其他3个人都会在明日死亡。我的手开始颤抖，弹幕里有死忠粉在帮我说话。这个叫小冉的，你大半夜编鬼故事是想报复社会吗？软软的老粉都知道他胆子特别小，恐怖片都不敢看的好吗？软软，你要不要先出去透透气？你们宿舍没窗户的话，确实不通风，看你脸色好差。就是软软出去转转吧。这个小冉不是说你们没人能离开吗？只要你去楼下转一圈，不就能证明他在瞎说了？我拿起手机站了起来。的确，只要我下一趟楼，直播给所有人看我离开了，他的话也就不攻自破了。心思已定，我拿着手机，一边直播一边往外走。然而，就在我路过门口的时候，身后突然伸过来一只手，抓住了我的手腕。那手很凉，我惊得几乎要尖叫一声，猛地回头，我对上了一双藏在厚厚镜片后的眼睛，是秦笑。他原本看短视频看得入神，却在我经过时，猛地一把抓住了我。软软，这么晚了？秦笑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，你干什么去？镜片反射着头顶白炽灯的光，我看不清秦笑的眼神。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，我突然觉得秦笑比平时显得陌生。我喉头发涩，费力地咽了下唾沫，才开口道：我出去转转。秦笑皱皱眉，雨这么大，他这是不允许我出门？难道秦笑就是墓主？
在这个念头冒出来时，我骤然发现我的思维好像已经在跟着小冉走了。然而，就在我思考着怎样挣脱秦笑时，他却主动松开了手，回身取过一把伞，秦笑递给我，带上伞，顺便接一下兰姐。我接过伞，赶紧出了寝室门。我刚刚以为秦笑不会让我离开，但他没有阻拦我。难道是心里突突打着鼓，一个念头浮了上来，是因为吴兰还没有回来？对，按照小冉的说法，墓主需要3个祭品，缺一不可。现在吴兰还没有回来，而秦笑也并不知道我已经发现了不对劲，所以他认为我出去了也会马上回来，并让我把吴兰一起带来。想到这里，我从睡衣的口袋里摸出了另一个手机。我有2个手机，一个用于直播，一个用于生活。此刻，我连忙拿出生活用的手机给吴兰发了个消息：兰姐，先别回来。没人回复，我又给吴兰打了个电话，她也没有接，估计是在路上。算了，还是先下楼吧，也许我能在她从自习室回来的路上拦住她。刚刚联系吴兰的功夫里，我已经穿越了整条长长的走廊，来到了电梯间的门口。然而，当我走进电梯间，却突然发现2台电梯的显示屏全是黑的，电梯全停运了。心里猛地一冷，不祥的感觉越来越强烈。我突然发觉我所处的环境极其不对劲。来电梯间的路上，我穿过了长长的走廊。虽然时间已经快12点了，但平日里这个时间点，走廊里都是很热闹的。去洗漱的，拿夜宵外卖的，摆上瑜伽垫锻炼的，背单词的，讨论小组作业的，全是人。然而，我刚刚穿过的整条走廊，一个人也没有。所有宿舍门都紧闭着，在昏暗的光线下一片死寂。我感觉自己的腿开始打哆嗦了。此刻，那台用来直播的手机里，网友的弹幕在越刷越多，都是催我快下楼的。但诡异的是，刚刚一直在不停打字发言的小冉，却再也没有出现。吞了吞口水，我看向电梯间旁边的消防通道大门，推开大门就是楼梯，我们在3楼，冲下去或许只需要短短1分钟。只要出了宿舍楼，一切就都好了。心思已定，我冲进了楼梯间，往下跑去。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，我要离开这个宿舍，越远越好。楼梯间和走廊一样，一个人都没有。我狂奔下楼，飞快地下了2层，也许是太过慌张，在下到最后1层的时候，我一脚踩空，整个人直接摔了出去。手机从手上脱手，我赶紧跌跌撞撞地爬起来，将它捡起。好在直播并没有断。好了，我到1层了。我对着手机大声道，像是在给自己壮胆。然而屏幕里却是一片死寂，所有网友的弹幕似乎都停了。几秒后，才有几个弹幕冒了出来，内容一模一样。软软，你回头看一下。我头皮骤然一炸，不对劲的感觉在心头疯狂涌出。我的确意识到了，我已经往下了2层了，但这不是1楼。我回过头一看，鸡皮疙瘩立刻炸了一身。身后的数字明晃晃的还是3，我还在3楼。鬼打墙。如果说之前我虽然已经下意识地跟着小冉的思维走了，但心里还是抱着他在瞎说的侥幸念头，那么这一刻我才真的意识到，不是自己吓自己，我确实遇到了科学无法解释的事情。手机屏幕上，网友们的弹幕已经开始一片一片地刷过，主要分成2派，一派和我一样吓坏了。刚刚直播大家都看见了，软软是真的往下跑了2层啊，这就是鬼打墙，他离不开这层楼。小冉说的是真的。另一派则对鬼神之说还是无法接受，于是开始转而怀疑我。软软，这是不是你跟你的托儿为了流量在联合整活啊？对呀，我也倾向于这是主播自导自演的。所谓的鬼打墙，其实就是在2层楼都贴上3，拙劣的障眼法罢了。不过主播这个演技是真的可以，瞧这小脸下的煞白，跟鬼似的，哈哈哈。后面发言的基本都是直播间新涌入的网友，他们不认识我，因此肆无忌惮地调侃起来，更有甚者开始骂我，说我为了流量不择手段。而我根本顾不得这些了，看向手机屏幕，我声音颤抖：小冉，小冉你还在吗？没有任何回应。小冉没有再发出一条弹幕。心头的绝望越来越浓，我站在空旷死寂的楼梯间中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我既不能跑出这栋宿舍楼，又不想回那个诡异的宿舍，面对人鬼不知的室友。就在这时，楼下突然传来了另一个人的脚步声，一下再一下，鞋跟缓慢地敲击着地面，节奏均匀。在一片死寂中，这脚步声竟然像鼓点一般富有美感。他从下往上，离我越来越近，我僵在原地，腿像是被冻住了，连跑都跑不了。黑暗中，一个人影渐渐浮现，黑色长发，白色衣裙。我眼睁睁地看着他走到我面前。软软，对方轻声道：“你站在这干嘛呢？”我回过神来，终于就着昏暗的光线看清了来人，是吴兰。兰姐，我喉头动了动。几个室友中，我和吴兰关系最好，虽然认识时间不长，但已经是非常亲密的朋友。我刚入学的时候被渣男学长骗了一大笔钱，是兰姐上门帮我把钱要了回来。之后我急性阑尾炎要动手术，也是兰姐一直在医院陪我。兰姐，我给你发了消息，打了电话，你怎么都不回我？我一把抓住吴兰，
他惊讶地看向神情激动的我，摸出手机瞧了瞧，我在路上，外面雨太大了，我就没听见手机响。你这是咋了？我说不出话，心中绝望又庆幸。绝望的是最后一个祭品也回归了，庆幸的是在这个绝境中，我总算有了同伴可以依靠。我的大脑已经在恐惧之中完全无法运转，小冉又联系不上，但吴兰素来聪明又沉稳，她肯定能比我更冷静理智地面对这一切。果然，吴兰听我说了全过程，脸上虽然也极度震惊，但很快镇定了下来。我刚刚从楼门口进来的时候，一切还是正常的。她思索，你别慌，我们再试一次。于是吴兰和我又在楼梯间走了几次。很快，吴兰的脸色也发白了起来。她刚刚还一直问我是不是做噩梦了，现在看到无论往上还是往下，无论走几层，我们都只会回到3层后，她终于开始相信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吴兰皱起眉头，陷入思索。就在这时，微信发出叮的一声，我和吴兰的手机同时响了。是宿舍群，是秦笑发的消息，他在群里艾特了吴兰和我，问你俩怎么还没回来？不过是一句再平常不过的话，却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怎么办啊，兰姐？我小声道，要不我们跳窗出去？吴兰摇摇头，没有用，窗户是封死的。我脊背一凉，想了起来。上个月似乎有学生跳楼自杀了，我们醒来去上课的时候，尸体已经被收走了，一切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。但很快便有校工过来，把2楼以上的户全都焊住了。如果这个局是真的，那么墓主肯定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把所有退路都封死了，我们找漏洞是没用的，只能正面破局。吴兰牵起我的手，那个叫小冉的，不是说今夜找到墓主，我们就还有希望吗？别怕，有兰姐在，我会保护你的。吴兰牵起我的手，往宿舍的方向走。这条无人的走廊在她的陪伴下，似乎也显得不那么可怕了。推开门，寝室里已经熄灯了，唯一的光源是秦笑书桌上的小夜灯。见我们回来，他转过头来，镜片悠悠地折射着灯光。你们回来啦？他用很轻的气声说，那声音在黑暗中格外让人瘆得慌。我手脚愈发冰凉，听到吴兰在我身边问丽儿呢？丽儿已经睡了，咱们小点声。秦笑将食指竖到唇边，比了个噤声的手势。我抬起头，果然看到孟丽儿的床帘已经严丝合缝地拉了起来。兰姐，你回来的也太晚了，雨下得这么大，你俩再不回来，我都要急死了。秦笑轻声道，你俩怎么都站在门口不进来？我新买的姜茶到货了，你们快来尝尝。秦笑之前经常网购一些好吃的，分给我们宿舍里的其他人。我平时吃得很欢，但此刻看着那杯冒着热气的浑浊液体，我却无端地开始反胃起来。吴兰看了我一眼，轻轻地摇了摇头。我明白她的意思，是让我不要惊动秦笑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软软在减肥。吴兰以平常的语气说着，走到秦笑身边，我来尝吧。趁着这个功夫，我低头看向手机屏幕，试图在一片弹幕中寻找小冉。该死的小冉，你倒是出来呀！之前说的那么欢，现在就消失了，像是老天爷听到了我的祈祷。几秒钟后，小冉终于再次出现了。我刚出了趟门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出不去？他发。我气得要吐血，拿另一个手机在备忘录里敲字，然后举到镜头面前。你说要找到墓主，然后呢？小冉，不要被墓主触碰，不要吃墓主给的任何东西。我心头一冷，猛地抬头。兰姐，吴兰已经拿起了那杯热姜茶。和我对视的瞬间，像是一股心电感应般，她刻意的手一松，纸杯应声而落。吴兰应该本来也没打算真喝，此刻配合我叫她，刚好借机把热姜茶全都洒了出来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去拿墩布。吴兰立刻将墙角的墩布拿过来。秦笑背对着我，我看不清她的表情。手机上，小冉还在继续发弹幕，但是这些只能暂时起效，午夜墓主的能量会越来越强，你最好藏起来，不要被墓主找到。我简直要晕过去了。女大学生宿舍一共就这么大点地方，我这么大一个活人能藏到哪里去？我正准备继续在备忘录里打字，屏幕上小冉的弹幕却再次出现了，血红的一行字分外醒目。等等，看你新回来那个室友的鞋。新回来那个室友？他说的是兰姐。我转过头去，目光垂落，兰姐正拿着墩布弯腰拖地，感受到我的目光，她无声地看了我一眼，是熟悉的安抚眼神，让我不要慌。我却如同整个人被泼了一桶冷水般，从头寒到了脚。吴兰穿着一双帆布鞋，鞋面和鞋带俱是雪白，最重要的是那双鞋是干的。外面倾盆大雨，她从自习室一路回来，鞋竟然是干的。她骗了我，她根本不是从外面回来的。吴兰并没有察觉到我的神情，她弯着腰拖完地，直起身子，我去涮墩布。秦笑从架子上取过自己的毛巾和牙刷，刚好我还没洗漱，咱俩一起去吧。他们推开了宿舍的门，一起朝盥洗室的方向走去。走廊还是那副一片死寂的模样，但无论是吴兰还是秦笑，都没有对这诡异的现象产生丝毫质疑。他们肩并着肩，沉默地朝盥洗室的方向走去。我看着他们的背影，浑身发抖。怎么回事？在这个夜晚，我的每个室友似乎都极其不正常。秦笑的每个行为都透着诡异。
我最信任的吴兰也在对我撒谎。至于最后一个室友，我抬头看向孟丽儿的床铺，突然感到了一丝不对劲。刚刚吴兰掉落茶杯时发出了很大的动静，如果在往常，以孟丽儿的性格，早就探出头来抗议我们打扰她睡觉了。但这次孟丽儿全程安安静静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试探性的在床铺下叫她丽儿，没有人回应我。手机上小冉的弹幕再次出现，情况很不妙，墓主的能量已经变得非常强了，你尽快找地方躲起来。我也急了，拿着手机在宿舍里扫了一圈，你出点靠谱的主意行不行？我们宿舍根本没有能躲的地方，这个狭小的宿舍摆着4张上床下桌，除此之外就是4个柜子，但柜子很小，连6岁的小孩都藏不进去。小冉跟着我的镜头环视了一圈，随后飞快地打字藏到孟丽儿的床上去，把床帘拉上。像是来不及解释了，他很快敲出一个大大的红字，快。其实不用小冉催我了，因为几乎就在同一刻，我听到了门外的脚步声，一下又一下，脚步声回荡在空旷的走廊里，离宿舍门越来越近。最可怕的地方在于，只有一个人的脚步声。吴兰和秦孝是一起去盥洗室的，但现在只有一个人回来了，另一个人呢？我不敢想。人在极度惊恐时会爆发巨大的潜力，我几乎是在瞬间便扑到了梯子旁，3下5除2地爬上了孟丽儿的床铺，飞速地拉开床帘躺了进去，又把拉链急速地拉上。一片黑暗中，孟丽儿背对着我躺着，整个人缩在被子里，似乎睡得很沉。外面那个脚步声还在不轻不重地响着，我怕孟丽儿突然醒来，发现我在她床上会尖叫出声，于是小声叫她丽儿，醒醒。孟丽儿不回应我，我只好用力拽了她一把，把她翻过来。下一秒，我对上了一张破碎的人脸，孟丽儿被我拽得翻了过来，狭窄的床铺上，我们脸贴脸，面对面的躺着，黑发被粘稠的不知道是脑浆还是鲜血的东西糊在脸上，头骨瘪了下去，像一个摔坏的洋娃娃，而那2只已经没有眼球的空洞眼眶里流出了2行血泪，一眨不眨地盯着我。孟丽儿似乎还有最后一口气，她张着嘴巴，喉咙已经无法发出任何声音，只有2片嘴唇开合着，比出一个口型。我认出了那个口型，她说的是软软，快逃啊！软软，快逃啊！几乎就在同一个瞬间，宿舍的门被打开了，悠悠的女声在门口响起：“软软，你在哪？”我以为我会昏过去的，但是我没有，大脑内每个细胞都在声嘶力竭的叫嚣，我死死地捂住嘴，不让自己叫出声来。我就这样僵硬地躺在床上，和已经完全没有人形的孟丽儿脸对着脸，听着下方不断逡巡的脚步声。软软，你在哪？手机就在我的手边，也许是刚刚镜头带到了孟丽儿的脸，此刻直播间已经被封了，我看不见小冉的弹幕了，心里充斥着前所未有的绝望。我知道此刻没有人能救我了，但我不能被找到，如果被找到，我会和孟丽儿一样被杀死。软软，你在哪？软软，你在躲我吗？那个脚步声在狭小的宿舍内不停地转圈，终于它停在了孟丽儿的床铺前。我的心几乎要跳到嗓子眼了，我被发现了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，黑暗中我的心跳声大得吓人，根本控制不住。他一定是听到了。果然，下一秒悠悠的笑声响起，找到你啦，软软。我认出了这个声音，是吴兰。眼泪不受控制地夺眶而出，我闭上眼睛，浑身颤抖地等待着自己的死期。吴兰是墓主吗？如果是的话，秦孝大概已经在盥洗室被他杀掉了。下一个就是我。我不停地发着抖，等待着床帘被拉开。然而半分钟过去了，1分钟过去了，宿舍内安安静静。片刻后，脚步声再次响起。软软，你别害怕，我是兰姐啊，你为什么要躲着我？我说了呀，我会保护你的。软软，你到底在哪？脚步声是朝外走去的。吴兰离开了宿舍，我浑身冷汗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他刚刚并没有发现我，那句找到你了，是他在刻意诈我。此刻，吴兰已经离开了宿舍，他以为我从宿舍里逃出去了，于是开始在走廊里搜寻我。我费力地爬起身来，将浸透冷汗的睡衣在身上裹好，努力不去看床上那具死不瞑目的尸体。突然，尸体发出了嗡嗡的震动声，我吓得差点再次灵魂出窍。缓过神来后，才发现震动的是我的手机，一个没有备注的陌生号码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摸了摸耳朵，直播时戴着的蓝牙耳机还塞在耳朵里，这一路都没有掉出来。我试探着按下了接听键，对面是个清冷的声音，可以听出是个年轻女孩。喂，我是小冉。那一瞬间，我差点哭出来，就好像在最绝望的时刻，突然见到了救世主的降临。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搞到了我的手机号，小冉也没有给我提问的机会，他声调冷静，语速却非常急促。你不要出声，不要问问题，听我说。你的情况我大致都已经了解了，我之前出门就是为了找帮手，现在我们正在去救你的路上。不要挂电话，加这个手机号的微信，把情况打字告诉我。我连忙按照小冉说的做，在添加了他的微信后，把情况发了过去。
巨大的惊吓中，我打了无数错别字，但好在小冉应该是读懂了。电话中，他沉默了片刻，低声对旁边的人道：“情况好像很不妙，季昭，我们大概还要多久能到 A 大？至少还要20分钟。”旁边的男生应该是在开车，我来跟他说。小冉将手机凑到了季昭的嘴边，我听到电话里男生的声音变得清晰了许多。这位朋友，我是被叫来抓鬼的，但如你所见，我们还在路上，所以你必须再自己扛一段时间。按照你刚刚说的情况，你现在很可能是最后一个活着的祭品。如果你也被杀死，这个仪式就彻底成了。墓主在吞噬3个祭品的生魂之后，会变成极其强大的尸煞，到时候我恐怕也没有绝对的把握与其抗衡。所以在我们赶到之前，你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保命。这是废话，我当然也想保命。问题是该怎么保命？季昭像是猜到了我的心声，他飞快道：“刚刚之所以让你爬上你这个室友的床，就是发现他的床铺周围全是新鲜的尸气。”我差点晕过去。他们发现了也不提醒我一声，我刚刚几乎要被吓得直接心脏病发作。鬼魂的找人方式和活人不同，他们的视觉和听觉都极其差，是靠嗅出活人的味道来找人的。你和尸体待在一起，尸气会把你身上活人的气味盖住，所以他暂时无法发现你。但这不是长久之计，这张床铺的湿气在向四周扩散，变得越来越稀薄。等稀薄到一定程度了，就盖不住你身上的气息了。我飞快地打字，所以我需要找别的东西掩盖自己身上的气味。聪明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能在万不得已的时候保你一命的方法，把墓主的生辰写在红色的纸上，揣在身上，能在他要杀你时为你挡一次命。趁着墓主还没回来，你快行动，快！我的书架上有瓶前阵子刚买的香水，我拿起来对着自己喷了几下，后来索性将整瓶直接倒在了自己的身上。浓烈的花香扩散开来，过于强烈的香气让人脑仁一阵阵发疼，甚至有想吐的感觉。我忍住不适，四下里寻找红色的纸，根本找不到。想想也是，一般的女大学生又不用上美术课，哪来的红纸？就算有，以墓主的谨慎程度，这几个月他也会想办法偷偷处理掉，不留这种疏漏给我们。就在我几乎要绝望之际，突然想到，之前有隔壁学院的男生追我，送了我一个卡地亚的戒指，我嫌太贵重，就没有将此事告诉任何人，也没拆包装，把它放进了柜子里，打算找时机还给那个男生。卡地亚的包装袋是红色的，我赶紧扑向柜子，将那个包装袋找了出来。3下5除2的用剪刀剪下来一片，胡乱的从桌上找到一根用来画重点的记号笔。我对着这张来之不易的红纸陷入沉思。我这几个室友的生日我倒都是知道的，但是电话里小冉提醒我，这种方法只能用一次，你千万不能写错。我的指尖颤抖起来。是吴兰吗？以现在的情况来看，应该就是吴兰。她和秦笑去了盥洗室后，只有她一个人回来了。真的是她吗？吴兰，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啊。笔尖反复触碰到红纸，又反复移开。小冉的声音在我耳旁提醒，香水的气味太薄了，帮你撑不了多久，你要尽快。我闭上眼睛，无数细节在脑海内疯狂涌过。要冷静，要相信自己的判断。笔尖刷刷，在红纸上写下了一个生日。我刚将红纸贴身放好，电话里就再次传来季昭的声音。他沉声道：“不好，我们到你学校了，但是仪式已经接近满100天，棺材的位置现在沉得太深了。”就像在印证季昭的话一般，宿舍内响起了声音。滴答滴答，我抬起头，水珠从天花板掉落，滴在我的脸上。这个天花板已经完全被水渗透了，那些水珠掉得越来越急促，似乎马上就要汇成河流，将我们整个寝室淹没。这个仪式应该就快要成了。你听我说，不要慌。小冉的声音将我几乎要出窍的灵魂拉了回来。尸煞的结界现在形成的太厚了，就像棺材沉进了很深的土里一样，从上往下挖需要很长时间。但是所有非封闭的地方是这座棺材的气口，气口是最薄弱的地方。如果你能把墓主的魂引到正对窗户的地方，季昭就能够在外面一下子把气口击穿。所以现在你不能再继续躲在宿舍里了。一方面宿舍是封闭的，如果墓主再次进来，你跑不掉；另一方面，只有在走廊里，你才有机会把他引到窗边。我推开了宿舍的门，周围没有脚步声，走廊里一片死寂安静。我试探性地走出宿舍，往前走了几步，突然一个声音在我背后响起：“软软。”我骤然回过头，对上了一双眼睛。吴兰披着头发，黑暗中她的瞳仁又黑又大，仿佛要把整个眼眶都填满。她就这么安静地看着我，语气悠悠：“软软，你在害怕我吗？”我的心脏差点直接从嗓子里跳出来，下意识地转身就跑。我一路狂奔，身后的脚步声却越来越近。最终在冲过走廊拐角的时候，我留下了和小冉季昭他们打电话的手机，将另一个手机的铃声打开，扔了出去。手机顺着地面像保龄球一样滑了出去，钢琴曲的铃声在夜色中显得优美又诡异。下一秒，我躲进了旁边的盥洗室，死死地关上了门。脚步声缓缓地从门口经过，顺着手机铃声的方向走过去了。我长长地呼出一口气，转身靠在门上。
然后我就对上了一张脸。秦笑站在我背后，我俩同时张大了嘴巴，又同时意识到不能喊，生生将声音憋了回去。秦笑捂着嘴巴，比划着问我外面怎么了。我不说话，打量着秦笑。秦笑披头散发，眼镜碎了一半，额头上污渍了一大块，伤口还在往外渗血。我也比划着问他，你怎么了？秦笑举起他的手机给我打字。兰姐跟我一起来了盥洗室，我正在洗漱，她突然攻击我。我应该是昏过去了，你刚刚进来的时候我刚醒。怎么回事？兰姐是不是连环杀人狂啊？我张了张嘴，不知道该怎么说，最后只能无力地摇摇头。秦笑以为是我不信，连忙打字道，你别不信我，我之前就觉得兰姐有问题。她那身实验室防护服上有好多血，我问她，她说是实验室里小白鼠的。小白鼠怎么可能有那么多血？我看那肯定是人血。我盯着她，你报警了吗？秦笑摇头继续打字，我哪敢啊。我寻思着先去外面租个房子，等吴兰找不到我了我再报警。她看我脸色很冷，连忙道歉，对不起啊，软软，我不是有意要瞒着你们的，我就是太害怕了，担心她报复我。软软，现在该怎么办啊？丽儿还在宿舍里呢。我咬了咬牙，后退一步，低声道，丽儿已经死了。秦笑捂住嘴，大睁着眼睛，他浑身发抖起来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就在这时，在我们身后，洗手间的门被敲了3下，咚咚咚，随后悠悠的声音在门外响起，软软，我要进来喽。秦笑和我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。秦笑哆嗦着来拉我，被我一把甩开。他的声音带着哭腔，软软，我错了，我知道我不该不提前提醒你们，可是现在，我骂他，别废话了，快找重物把门抵住。我俩将盥洗室里能找到的东西全都堵在了门边。季昭刚刚告诉过我，这个棺材房性质特殊，只要身处在这个空间内，那么无论是人还是鬼，都是以实体存在的。换言之，鬼在里面也是遵循物理规律的，无法像恐怖片那样穿墙而过，或者从门缝里飘进来。但是盥洗室的门被从外面狠狠一撞，那钛合金的门锁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声响，眼看着竟然要开裂。是的，季昭刚刚的叮嘱便是，虽然鬼也遵循物理规律，但是在极阴之地里，他们无论是体力和速度都比人强太多了。很快，吴兰在外面撞了第2次门，这一次门板直接被撞裂了，破碎的门板中一只手插了进来，碎裂的木片将那只手划得鲜血淋漓，但他就像感觉不到痛一样，反手一撕，门板立刻有一块直接被他撕了下来。露出的大洞中，我看到了吴兰的脸，那是一张惨白的脸，黑色长发，白裙白鞋。我突然想起，这套衣服还是我送她的生日礼物。那时候的她抱着礼盒，温柔地对我说，软软，谢谢你，这是我第1次收到生日礼物。此刻，吴兰用同样温柔的声调，轻声道，软软，是不是无论我说什么，你都不会再相信我了？我看着她的眼睛，脑海深处传来几乎要炸开一般的痛楚。我突然想起来了一些被我刻意忘却的回忆。那一天凌晨，我躺在床上，被轻微的响动惊醒。我睁开眼睛，吴兰正在经过我的床位。我轻声问她，兰姐，怎么了？她摇摇头，声音一如既往的温柔，没什么，你好好睡。她出去了。门关上后，宿舍内重新恢复了一片寂静，我却再也睡不着了。我走到走廊里，想要呼吸一口新鲜空气，却突然看到有什么白色的东西坠了下去。那是凌晨4点，校园仍然处于一片寂静。我平复了许久，才探出头去。我看到了兰姐，她躺在天井的中央，四肢和脖子都扭曲成一个奇怪的角度，血以她的身体为圆心，缓缓扩散开来。我对自己说，这不是真的，这只是一场噩梦罢了。于是我回了宿舍，上了床，耳边响起吴兰的声音，你好好睡。我又睡了很长的一觉，醒来时，兰姐已经回来了。她还是穿着那身好看的白裙子，安静又温柔地冲我笑，软软，又这么晚起床，脸色这么难看，做噩梦了。我在她的笑容中忙不迭地点头，是啊，做噩梦了，好在只是一个梦。原来是这样啊，原来兰姐早就死了，只是我一直不愿意接受罢了。上个月那个跳楼自杀的女生就是她，而她的鬼魂又回到了这个棺材房，继续待在我身边。我站在盥洗室的门口，我觉得自己回忆了很久，但事实上只不过是短短的几秒。旁边秦笑正带着哭腔问我，软软，怎么办？我们该逃到哪里？我怔了怔，掐住自己的掌心，强迫自己理智下来。耳机里是小冉的声音，不要走神，按计划引木主到窗口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我深吸一口气。秦笑我后退一步，轻声道，往里走。这个盥洗室很大，外面是洗漱间，里面是厕所。厕所那里有一个通风窗，不大，但是应该够用。往里走。秦笑不敢相信，里面是死路啊。听我的。我的声音骤然大了起来，转身朝里跑去。秦笑咬了咬牙，最终还是跟了上来。我们来到了盥洗室的最里间，狭小的气窗静静地竖在那里。
这扇窗户没有被校工封住，原因很简单，它太小了，小到连幼童的身体都穿不过去，是绝对安全的。滴答滴答，更多的水珠滴到我和秦笑的脸上，连盥洗室的天花板也开始渗水了。这里也是棺材房的一部分。外间持续的撞门声在响起，最多不超过1分钟，吴兰就会打破那层门。耳机里传来小冉的声音，软软，想办法再坚持1分钟，季昭马上就准备好了。我想了想，从睡衣的口袋中摸出了一张红纸，那是刚刚从卡地亚的袋子上往下剪红纸时剪下的一张废料，应该也能用。我说把吴兰的生日写在上面，然后贴身揣好。秦笑愣了愣，但他没多问，接过了我手里的笔。兰姐的生日是几号来着？10月28日。秦笑刷刷地将这个日期写下，贴身揣好。软软，你写的也是这个生日吗？好的。秦笑点了点头，像是我的错觉，他长长地松了一口气。那一瞬间，我似乎看到他的嘴角泛起了一丝笑容。突然，秦笑向我的身后惊呼起来：“吴兰！”我猛地回身，下一秒，一只手从我的胸口穿了进去。前方空空荡荡，并没有人。撞门声还在持续地响起，吴兰还没有进来。将手穿进我身体的人是秦笑。我低下头，昏暗的光线下，那条胳膊上长着无数吓人的尸斑。他在我身后悠悠地说：“没想到吧，软软。”我闭上了眼睛，喉头发出垂死的声音。但仅仅是片刻后，我便重新睁开了双眼，视线变得清明。我用平静的语调问：“没想到什么？没想到你才是墓主吗？”下一秒，我死死抓住了那只刺进我身体的胳膊，肋骨像一个牢笼，将这只胳膊牢牢困住。我用尽最后的力气，狠狠向前一撞。小冉！我大喊，就是现在！我向前扑去，巨大的惯性带着秦笑向前，他的身形完全暴露在了气窗的范围内。季昭的声音立刻在耳机中响起，他开口吟诵，如同在唱一支古老的歌谣：一扫东方甲乙木，二扫南方丙丁火，生破出，死魂入。伴随着他的吟诵声，此时明明是深夜，但外面就像升起了一轮太阳，刺眼的阳光从气窗中涌入。秦笑的身体就像骤然被固定住了一般，他被钉在气窗前动弹不得，发出刺耳的尖叫声。他盯着我，我已经挣开了他，将他的胳膊从身体里抽了出去。胸口原本应该有个血洞的，但此刻我的身体完好无损，只有一张红纸从我的怀里掉了出来，在空气中碎成粉末。季昭和小冉没有骗我，这张写了墓主生辰的红纸的确为我挡下了致命一击。这不可能，你写下的明明是秦笑不可置信的喃喃。10月28日吗？我轻轻提了提嘴角，我骗你的。刚刚掏出红纸让秦笑写生日，一是为了给季昭争取最后的准备时间，二是为了让秦笑放松警惕。只要他认为我写下的也是10月28日，就会放心大胆地对我进行攻击。兰姐的生日就是10月28日，但我写的并不是10月28日。我看着秦笑，轻声道：“当然，也不是2月15日。2月15号是秦笑的生日。”秦笑盯着我，片刻后，他露出恍然的神色：“你居然发现了？”“是的，我发现了。”我点点头。所以我写的是1月22日哦。1月22日，我直视着眼前人的眼睛，冷冷道：“孟丽儿，你才是墓主。”寂静，漫长的寂静。片刻后，眼前的秦笑看着我，表情诡异。他低声道：“你是从什么时候发现的？”“很早，在我最后一次离开宿舍之前。”其实只要细细地复盘今晚发生的所有细节，就能够推断出这一切。我第一次离开宿舍，提出要下楼转转的时候，所有人都是活着的。之后，吴兰被我带回来，从我们的视角来看，宿舍里就只剩下秦笑。在之后，你和吴兰一起离开，我发现孟丽儿已经死了。鬼在这个空间内也要遵循物理规律，无法做到隔空杀人。所以全程没有和孟丽儿独处过的吴兰，并没有杀死孟丽儿的时间，所以她不是墓主。眼前的秦笑阴沉着脸看向我，一言不发。当然，截至这个时间点，我心中的结论都是秦笑就是墓主。但就在我想要写下秦笑生日的前一刻，我突然想到，墓主既然花这么大心思设了这个局，那么他一定会想方设法规避掉自己的所有弱点。红纸写生辰这件事，既然外界知道，那么布这个局的他很有可能也知道。既然这样，换位思考一下，如果我是墓主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把我的真实身份隐藏到最后一刻。什么是隐藏自己身份的最好方式？那就是让自己以别人的面貌出现。这样，即便有人得知了红纸写生辰的法子，写的生日也会是错的。就像我只差一点就会把秦笑的生日写上去。幸好想到这些后，我多留了个心眼，去检查了一下那具尸体。果然，我发现自己并没有想多。虽然你很用心地把他的脸毁掉了，但百密一疏，你忘了处理他的手。孟丽儿一直酷爱做美甲，就在我第一次离开宿舍时，她都还在往手上涂指甲油。但床上那具尸体的手指甲是干净的，而我此刻眼前的秦笑，他的手上已经浮出了无数可怕的尸斑，指甲上却涂着艳红的颜色。从气窗中涌入的阳光在越变越刺眼，
孟丽儿的身体在越变越透明。窗外已经出现了一男一女2个身影，他们都穿着白色的衬衫，女孩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金色边框的眼镜。看到我，她举了举自己的手机。她就是小冉，旁边的男孩是季昭。棺木已开，生魂出，亡魂入。季昭冲着被钉在窗口的孟丽儿沉声道：“墓主，结界已破，不要再挣扎了。”孟丽儿看着季昭，血泪从她的眼眶中涌出。她突然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尖叫声。季昭的脸色骤然一变，小心！然而已经晚了。孟丽儿突然挣开了那道束缚，扑向了我。一切发生在电光石火间，季昭和小冉离得太远，根本无力干预。剧烈的重击从前方传来，强烈的冲击使我昏了过去。意识清醒的最后一刻，我看到一个白色的身影从身后冲来，挡在了我的面前。我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我梦到了吴兰。梦里还是大一刚入学的时候，我当时是学生会新招的小干事，学生会会长帅气又温柔，追了我1个月后，我就跟他在一起了。结果那是个彻头彻尾的烂人，他给我下了药，拍了我的照片，以此为要挟管我要钱，还不断继续骚扰我。我一个人躲在宿舍里哭的时候，吴兰回来了。在此之前，我跟吴兰并不熟，她性子很冷，不爱说话。秦笑跟孟丽儿不止一次对我说，觉得吴兰是个只会学习的怪胎。但那一次，吴兰主动走到痛哭的我身边，她问：“你怎么了？”我头一次发现吴兰其实说话很温柔的。吴兰去找了学生会会长，把钱和照片都要了回来。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，问他，他也不肯说。在那之后，学生会会长再也没敢骚扰我，于是我常常崇拜地跟在吴兰身后，狂吹彩虹屁。兰姐太牛逼了，兰姐罩我，我最爱兰姐了。我每次夸她，吴兰都冷着脸，一副对煽情的话很不耐受的样子。她经常看着我叹气，这么大个人了，长得倒是挺好看，就是傻头傻脑的。我不以为意，我就当美丽废物了，能怎么样？反正有兰姐保护我，是吧，兰姐？是吧，是吧？你会保护我的，对吧？我突然意识到，在这个不会亮起的夜晚，已经变成鬼魂的吴兰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：“我会保护你的。”梦境散去了，我睁开眼睛，眼前是医院病房雪白的天花板。小冉正在我旁边削苹果，听到动静，帮我把床摇起来。你醒了？我费力地看向四周，这是哪？私人医疗机构。这件事有很多后续事宜要处理，所以把你秘密接来了，也没通知你的家人。我喉头动了动，想问什么，最后又什么都没能问出口。小冉像是看出了我的心思，他埋头发了条微信。片刻后，季昭进来了。季昭带着一个厚厚的笔记本，他向我展开，笔记上写着一些文字记录，贴着一些照片。我一眼认了出来，照片中的一男一女，女的是孟丽儿，男的是我们学校的副校长。孟丽儿是副校长的情人。季昭言简意赅道：6个月前死于意外事故。原本鬼魂可以正常投胎的，但孟丽儿和副校长不愿分离，他们不知道从哪得知了献祭养尸这个办法，于是副校长将孟丽儿的骨灰藏进了你们的杂物间，安排了其余3个无辜女生的入住，就这样形成了棺材房。身为墓主，孟丽儿的能量在这100天的时间内越来越强，最终你们那个宿舍的空间被她彻底覆盖了结界，与外界隔绝。你可以将你们宿舍理解为棺材，整层楼理解为墓室，总而言之，都是孟丽儿的地界。在这个结界里，无论是活人还是鬼魂，认知都会被严重干扰，不自觉地忽略所有灵异奇怪的事情。这就是为什么季昭没有说完，但我听懂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吴兰死了，但无论是孟丽儿还是我们都没有发现。或者说，我其实是发现了的，但一方面我自己不愿意面对，一方面棺材房又严重地影响了我的认知，于是我的大脑自动遗忘了那段记忆。吴兰是在上个月跳楼自杀的，她自杀的原因应该与墓主无关，是自己的行为，所以墓主并没发现自己的一个祭品已经提前死了。由于棺材房的阴气足够旺盛，所以吴兰的鬼魂得以寄居在这里。她应该是能意识到自己已经死了的，但是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。直到那一晚，你在楼梯间把墓主的事情告诉吴兰，她才彻底明白自己为何能作为鬼魂一直生活在宿舍里。我沉默了许久许久，最终我用尽全身的力气，张开嘴问道：“兰姐她。”季昭和小冉一起沉默。片刻后，季昭低声道：“魂飞魄散了。”我的力气像是骤然耗光了。孟丽儿最终耗尽全力对你发出了最后一击，是吴兰帮你挡的。墓主的能量比普通鬼魂强太多，吴兰的魂魄直接碎了。病房里很安静，良久传出压抑的抽泣声。我捂住脸，将眼泪深深藏进掌心。小冉拍了拍我的肩，轻声道：“这是吴兰自己选择的结局，即使不为你挡那一下，她也无法继续留存了。棺木开，生魂出，亡魂入。如果她想作为鬼魂继续存活，那她就该帮孟丽儿守住那个棺材房。但她没有，她背弃了王者的立场，选择了帮你。从那一刻开始，她就已经选好了自己的结局。软软，她一定是希望你继续好好生活。”徐小冉是想过要救吴兰的，她是速回人，季昭是追魂人，一个能回溯时间，一个能封存魂魄，但是没用了。
追魂人只能封存完整的魂魄，而吴兰的魂魄在挡下孟丽儿的一击后就已经残破不堪，如同发脆的陈年旧纸，只要轻轻一碰就会消散。于是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消失。不必用那种眼神看着我的。最后的时刻，吴兰的脸上竟然挂着温柔的笑。每个选择都是我自己选的，不需要为我感到难过，当然也不要把我的秘密告诉软软。能够保护她，我很开心。在消散前的最后一刻，吴兰看着天空，轻声道：好亮的星星啊。徐小冉和季昭一起抬头望去，天空上什么都没有。等他们再低下头，吴兰已经不见了，灵魂随风而逝，消失在即将破晓的天空下。吴兰生在一个很小的山村，他妈很早就死了，爸娶了个后妈，生了个妹妹。家里穷，他初中毕业的那年考了全县第一，省里的高中愿意招他去火箭班，但后妈帮他拒绝了。后妈说家里穷，拿不出学费的。后妈还为他说了个媒，是隔壁村的老光棍，老光棍前面死了3个老婆，正在拿钱出来买第4个。吴兰知道爸和后妈是想把钱都留给妹妹花，所以她不能上学，只能早早的嫁给老光棍，然后早早死掉。妹妹其实什么都不知道，她还小，被娇惯着长大，暑假也不消停，拉着吴兰去水库游泳。意外是在突然间发生的，妹妹腿抽筋了，她在水库里挥舞着手臂挣扎，她喊姐姐救我。吴兰是想救妹妹的，她快速地脱了衣服，扎进水里。然而那一刻，黑暗的种子在身体的某个角落突然破土而出。如果妹妹不在了，她就不会被卖出去了。吴兰游得慢了起来，妹妹淹死了。那水库每年基本都会淹死几个游野泳的孩子，家人痛彻心扉，外人除了叹口气，然后多叮嘱自家的孩子外，其实并不会记得。爸妈在得知消息时，坐上车赶往县城的医院，由于开得太急，出了事故。他爸当场死亡，后妈在医院抢救了3天，没救回来。吴兰就这样成了孤儿。她一个人办完了所有的丧事。黑夜里，吴兰对着3张遗照，在心里默默地说：我是个杀人犯。吴兰拿到了家里的所有钱，不多，但够她念到大学了。就这样，吴兰一路拿着最好的成绩，念完高中，去读了大学。上大学是她第一次离开家，室友们都是大城市来的，他们说的东西她都不懂，大家都不喜欢她，她便孤僻地独来独往。好在她已经习惯了，反正从小没被爱过，所以就这么活着也是能活的。寝室里的关系其实并不好，大家明里友善，背地里嚼舌根。只有那个叫软软的傻子会觉得宿舍关系很融洽。那是个和吴兰完全相反的姑娘，外向、善良、胆子小，心思简单的要命，每天把自己捯饬漂亮了就乐呵呵的。遇到蟑螂的时候，软软会嚎啕大哭着往他身后躲，那副模样叫吴兰想起妹妹。吴兰不得不帮软软把蟑螂打死。这种小破事儿居然迎来了软软的崇拜。他听到软软在孟丽儿和秦笑面前奋力辩驳，兰姐人很好的，你们不要对她有偏见。真是傻。吴兰摇摇头，心里有股又酸又暖的感觉。这感觉操控了她，使得她在软软一个人嚎啕大哭的时候，没做到视而不见。她问软软：你怎么了？软软哭得鼻涕泡都冒出来了，竹筒倒豆子似的把被学生会会长骗财骗色的故事讲了一遍。太无聊了，这世界上真是永远不缺傻女人。吴兰根本不想管，但莫名其妙的，当她看到学生会会长一个人走在巷子里的时候，她鬼使神差地走了上去。把钱要回来真是一件简单的事。这种普通男大学生，不管再怎么有光环，其实也只是个色厉内荏的空壳。吴兰不一样，她是真的背过3条人命的人。吴兰把要回来的钱扔给软软，软软很惊喜，她的反应是要把这个钱送给吴兰。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傻的人？吴兰很无语，她不想要，软软就把她拉到了专柜。软软用要回来的钱给吴兰买了一套衣服，白裙子、白鞋，价签吴兰看了一眼就吓得想扔出去，死贵死贵。她拦着软软不让她去结账，软软愣是挣开了她。兰姐，你不知道你穿这个有多美，我宣布你就是 A 大刘亦菲。反正你生日要到了呀，这就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吗？在此之前，吴兰从来没觉得自己漂亮过，爸妈只会叫她赔钱货，她也从来没过过生日，这是她人生中收到的第一份生日礼物。但人间的苦难是无穷尽的，不会因为有点亮色就变好。比如她的导师会在她弟不知道多少次去求她开实习证明的时候，露出猥琐的笑容。她指指自己的大腿，想毕业，那就坐上来。以及软软的生日要到了，吴兰也想送她生日礼物，她没有钱，就去酒吧做兼职，结果又遇到了那个学生会会长。她喝多了，头一次不怕他，在他下班后把他拦在了无人的巷子里。好恶心哦，吴兰表面上是学霸，背地里却在这兼职。你说软软知道了会怎么想？她最好的姐妹居然是做台女哦。那个男人醉醺醺地靠近吴兰，天啊，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突然他大笑起来，我懂了，你不会喜欢软软吧？太恶心了，太恶心了，我回去就把这个恶心的事情告诉他。砰！
吴兰反应过来时，他手里的酒瓶已经碎在了学生会会长的后脑勺。那个男人倒了下去，像是一个破麻袋。吴兰呆呆地想，这是我背上的第4条人命了呢。那条巷子的监控早就坏了。吴兰处理了学生会会长的尸体，他是医学生，这方面有些优势。只不过沾了血的防护服在处理掉之前被孟丽儿看到了。看到就看到吧，吴兰想，他知道自己迟早要被找到的，在此之前能把想做的事做了就好。吴兰给自己的导师发了条短信，约他在河边见面。等那导师兴冲冲地赶来，早就做好准备的吴兰将他变成了河里的浮尸。第5条，回学校的时候，吴兰看到了警车，警察在学校里四处找人问话，他们已经在查学生会会长的事。回到寝室，软软跑过来，他将一个沉甸甸的包递给吴兰，兰姐，拿着这个，快走。包里沉甸甸的，软软把自己所有能取的现金都取出来了。吴兰有点惊讶，你知道什么？软软摇头，眼眶通红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兰姐，你快走吧。其实吴兰想过要走的。那天夜里，她躺在床上想了许多。警察会查到他们会问作案动机，那么或许迟早会查出软软的事。那些尘封的伤疤会被再一次揭开，软软被拍下的照片会作为案件证据被再一次拿出来。吴兰不愿意这样，她答应了要保护她的。更何况走又能走去哪里呢？天涯海角总会被发现的。于是那天凌晨，吴兰轻轻巧巧地出了门，软软被她惊醒了。她迷迷糊糊地问兰姐，怎么了？吴兰轻柔地说，没什么，你好好睡。这是最后的告别。吴兰去了天台，所有的一切就在她这里终结吧。于是那一天，吴兰穿着软软送她的白色衣裙，如同一只折翼的白色飞鸟般坠落。很多年后，软软毕业了，她在吴兰曾经的实验室里找到了一个本子，那是吴兰的日记。X 年 X 月 X 日，今天跟软软去吃了牛排，我不会用刀叉，服务员笑我，软软是很温柔的人。我第一次看到他黑脸骂了服务员，然后帮我把牛排切好。X 年 X 月 X 日，学校举办联谊，我不想去，我不会打扮。软软借我她的裙子，帮我打扮。当天有几个男生管我要微信，我记不清了，我只记得软软很漂亮。他说他画的是纯欲小野猫烟熏妆，我听不懂，但他问我好不好看，我立刻用力点头，好看。那天软软喝多了，拉着我在空旷的马路上唱歌。遥远视野中有霓虹灯和耸立的摩天大楼，我第一次觉得这个城市很美。X 年 X 月 X 日，软软谈恋爱了，我有点寂寞。结果那次回宿舍时，我听到她跟男朋友吵架。你凭什么说兰姐坏话？男朋友说，软软，你信我的直觉，吴兰真的不是什么好人。软软说，我要你告诉我她是什么人。我没有眼睛，没有耳朵，还是没有大脑。咱俩结束了，别再让我看见你。傻软软，傻成这样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X 年 X 月 X 日，软软说，我们要做一辈子的朋友。真的可以吗？腐烂的、黑暗的、肮脏的我，和干净的、漂亮的、美好的你，可以做一辈子的朋友吗？你不要乱许诺我呀，我会当真的。X 年 X 月 X 日，我生日那天，软软叫我许个愿望。我说，希望有机会能带软软去我的家乡，那里很破，但是能看到城市里看不到的星星。星星很亮，星星很美好。人处在极端的黑暗中，能看到星星，就会觉得一切都没那么糟糕。软软没听懂我的比喻，她大大咧咧地说，这算什么愿望？等放假了，我们随时可以去呀。那一年的夏天，徐小冉和季昭又遇到了软软。他和一群驴友去山里旅行，遇到了去工作的2人。软软热情地招呼他们一起喝啤酒，还是开心果的模样。他没有主动提往事，于是徐小冉和季昭也没有开口。那一天天气晴朗，他们坐在山里，看着一望无际的夜空，有许多硕大的星星悬在天上。软软抬起头，星光照在他的脸上，他喃喃道，好亮的星星啊。他突然哭了。